米格31上打卫星下揍航母设计思路颠覆苏联传统。米格31是苏联第一种以自主作战为前提设计的战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架装备无源相控阵雷达的战机，堪称黑鸟终结者。自米格31投入使用之后，黑鸟就再没有飞进苏联领空。米格31的吨位世界最大，46.2吨的最大起飞重量比 F-22还要大一圈，武器可以装载9吨，已经达到战术轰炸机的水平。不过，现代的先进战机都是追求低空突防，追求隐身。米格31这种高空高速截击机，再高也高不过导弹，再快也快不过导弹。截击机是注定要被淘汰的。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作为苏联截击技术的集大成者，米格31这种高空高速截击机在现代战场能发挥什么作用，又能在俄罗斯空天军坚持多久？米格31的设计思路与苏联以往的战机完全不同。以往的苏联战机一般是地面雷达搜索和跟踪战场上的状况，地面指挥员全面掌握战局，引导空中的飞行员接敌作战，比如火力军之前聊过的米格21以及米格25、米格29。而米格31拥有自主作战能力，它是苏联第一架按自主作战概念设计的战机，作战任务就是把国土防卫的空中战略阵地尽可能的向外围进行延伸。米格31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最典型的战果就是拦截 SR-71黑鸟。在米格31投入使用之后，黑鸟就再没有飞进苏联领空。1986年1月31日，美国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在飞行高度2万米的位置对苏联领空附近进行侦察。米格31收到情报后起飞拦截，并在双方相距120公里时，使用火控雷达和 R33空空导弹成功锁定黑鸟。1986年6月3日，6架米格31协同出击，成功拦截了一架在巴伦支海上空飞行的黑鸟，并迫使其离开。自此，黑鸟再没有飞进苏联领空，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米格31强大的截击能力。在米格31诞生之前，负责拦截黑鸟的就是米格25。就性能而言，米格25的确很强，火力军也不会否认这一点。飞行速度能达到3马赫以上，加个油门就能躲导弹。不过，米格25的缺点不能忽视，苏联军方也对米格25颇有微词，比如缺乏机动性，低空飞行时就是一个铁棺材。R15的油耗很大，超音速飞行时的作战半径太短。米格25的最大飞行速度虽然可以达到 3.2 马赫，但是战机达到这个速度时，发动机有严重损坏的危险，所以米格25被限制为 2.83 马赫。为了保护引擎，飞行员在飞行时只被准许加速到 2.5 马赫。叛逃事件发生之后，米格25也跌落神坛。于是，苏联空军计划用新型截击机取代当时服役的米格23和苏15，要求能在西伯利亚、远东这种缺乏地面预警雷达支援的地区，独立截击敌方的高空高速轰炸机。米高扬设计局在米格25的基础上做了大量针对性的改进。1982年，米格25的继任者米格31正式服役。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米格31与前辈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可以自主作战。尽管苏联从米格23时代开始就鼓励飞行员在空中自主作战，但直到米格31，苏联才按自主作战概念设计战机。以当时的眼光来看，米格31的雷达属于世界顶尖，它是世界上第一架装备无源相位阵雷达的战机。20世纪70与80年代，美国的 F111、B1B 等新一代轰炸机陆续服役，从以往的高空突防变为了超低空突防，巡航导弹也逐渐实用。而苏联国土防空军的老式战机无法应对这些低空飞行的目标，所以苏联在研制米格31之初就打算为其装备先进的雷达系统，为截击机提供机上下视雷达能力，锁定高于或低于自己的目标，并能进行多目标追踪。为了实现自主作战，米格31装备了无源相位阵雷达，也就是盾牌 S800， 最大搜索范围200公里，可以锁定10个目标，并指引4枚 R33导弹进行拦截，也可以使用红外搜索跟踪装置发现和攻击敌机。
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米格3E的作战价值与作战潜能，苏联为米格3E搭配了2个飞行员，前座飞行员负责操纵飞机，后座飞行员则负责操作雷达，也负责空导弹的末端雷达照射。就性能而言，米格3E的雷达在当年属于世界顶尖。彼时，美国海军最强的远程截击机 F-14配备了 AWG-9 雷达，最大探测距离为200公里，火控距离最大为120公里，系统为脉冲多普勒雷达，搜索精度和刷新率不如米格3E。此外，集成雷达与导弹系统的米格3E也可以充当空中雷达站和防空导弹平台，任务更像地面防空导弹系统。米格3E配备了 APD-578 数据链系统，可以连接4架米格3E，在200公里的宽广区域分开监控跟踪与制导作战，也就是充当简易预警机，与其他战机协同作战。如果将4架米格3E的雷达都设置在协同搜索模式，编队就能扫描宽800到900公里的空域，搜索从贴地飞行到25000米高空的任何目标。这种战术在雷达覆盖不全面或根本没有任何地面雷达覆盖的地区非常好用。苏联国土防空军做过评估，4架米格3E在 A50 的支援下，防空效率和覆盖面积相当于10个 S-300P 营，而前者的成本只有后者的几分之一，也算是一种灵活机动的防御战术。不过，苏联的电子技术各位也都清楚，典型的大力出奇迹，加上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米格3E的机载雷达非常大，直径达到了 1.1 米，这也就意味着米格3E的体型也很大，重量达到了 46.2 吨，是现役战机中最大最重的，比苏27还要大 30%， 仅比客机小一圈。在机体设计上，米格3E整体上沿用了米格25的气动布局，两侧进气悬臂式后掠上单翼，双发双垂尾正常式布局，外形变化不大，只是部分做出了修改。米格3E与米格25最大的区别就是体型，米格25的空重大约15吨，米格3E增加到近22吨。在起飞重量上，米格25大约为37吨，米格3E则可达到46.2吨，相比美军的 F-22还要高出一个头，相当于3架米格29、3架米格23ML 或6架米格21，属于现役最大最重的战机。武器可以装载9吨，已经达到战术轰炸机的水平。也正是因为体型太大太重的缘故，米格3E在主起落架上也做了一定的改进，采用纵列双轮设计，而且是2轮前后错开，可以有效减小压强。纵向错开的轮子前后轮轨迹互不影响，可以在积雪和泥泞地面滑行。不过，庞大的机身也使得米格3E牺牲了部分机动性，但有利于携带更多的燃油。其内部燃油容量达到了 16.13 吨，可以保证发动机长时间的开加力超音速飞行。此外，米格3E作为截击机，高空高速属于必要条件，在重量太大的情况下，发动机必须要猛。米格3E是苏联第一种使用涡扇发动机的战机，搭载2台 D30F6 加力式涡扇发动机。换装涡扇发动机之后，发动机直径更大，机身直径也更大，这就导致阻力增加，最大速度受到限制。米格3E的高空高速性能比不上米格25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这也是米格3E唯一不如米格25的地方，最大速度只有 2.83 马赫。不过，相比较同时代的北约战机，米格3E的飞行速度依旧处于领先水平，即使是 F-15，最大飞行速度也只有 2.5 马赫。而且涡轮风扇发动机的燃油经济性更好，作战距离比米格25远得多。米格3E的16吨庞大内油配合涡扇发动机，使其具备了类似图128的长续航能力。米格25正常最快爬升与拦截方案的作战距离是400公里，而米格3E的类似作战方案作战距离可达700公里以上。雷达与体型上的差距，使得米格3E的作战方式与米格25、米格21稍微有些不同。在苏联的空中作战体系中，截击机主要是进行空中防御，让对方的战机、轰炸机无法靠近，从而保护辽阔的国土。而米格3E就是属于追求高空高速，已经走到极端的一架飞机，作用就是打一些大型目标，比如机动性很差的轰炸机、运输机或者预警机等目标，可以自主作战。
以往的截击机在作战时完全依靠地面指挥系统，米格3.1的操作过程也非常简单，侦察到敌方后发射导弹，然后脱离并全速飞回。不过，作为一款专用的高空高速截击机，米格3.1的翼面积较小，翼载荷高，机动性与敏捷性比大部分四代机都要差，最大可用过载仅为5G，并不适合用于夺取制空权，没有办法在很小的范围内做出过载的机动动作，很可能会被对手摇尾。对方无论是机炮锁定还是进行导弹攻击，米格3.1都会处在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米格3.1与 F-16发生近距离接触，那么胜利者肯定是 F-16。作为一款截击机，跟 F-16这种强调机动性导弹空战的机型近距离作战，米格3.1是肯定要吃亏的。不过在双方作战时，米格3.1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只有米格3.1自己想作战的时候，双方才有可能打起来，而且导弹打完就掉头回家了。米格3.1诞生之后，苏联的防空策略也逐渐从地面控制拦截延伸成空中自主拦截，飞行员也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因为出色的性能，米格3.1在诞生之后也推出了多种改进型，并一直服役到了现在。用一句话就能形容当下的米格3.1，那就是上打卫星，下打航母。米格3.1比较经典的改进就是米格3.1D， 用于反卫星。早在1987年1月，米格3.1D 就进行了 79M6 反卫星导弹的试验。机头有振流器而不是雷达，机身下表面平坦，没有凹陷的武器系统舱。在苏联时代，其他的改进型就没有太大的特点。米格3.1M 增加了数字式飞行控制系统，改进了座舱显示设备。米格3.1DZ 则在现有机型的基础上增加空中收油管。随着新一代防空导弹和空空导弹出现，高速截击机逐渐失去作战优势。不过，俄罗斯接收苏联的遗产之后，米格3.1也焕发新生，高快、安全、重型的特点。米格3.1与美国的 F-15一样，成功转换为武器搭载与发射平台。甚至米格3.1本身的系列也成为小型战略空军。从2011年开始，俄军就对其现役米格3.1进行升级，最终成果就是米格3.1BM 装备了最新的无源相空阵雷达，雷达尺寸更大，达到了 1.4 米，可跟踪24个目标，同时引导6枚空空导弹，最大搜索距离达到了400公里，战斗机最远火控距离为200公里。升级后的米格3.1BM 最大的杀器就是射程达400公里、末端速度6马赫的 R37M 空空导弹。R37M 发射后，采用惯性制导和中段无线电修正方式，沿高抛弹道飞向目标，末端打开主动雷达导引头进行精确制导，能在几十公里外锁定目标。在发射初期 ，R37M 就能达到2马赫以上的初速，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6马赫。空空导弹从发射到命中只有1分钟左右，敌机甚至没有时间做出反应。R37M 使用碎片进行杀伤，不可逃逸区域达到了30公里。米格3.1在装备 R37M 后，有能力对躲在后方的敌方加油机、预警机等高价值目标进行点名狙杀，作战效能大幅提升。近几年受到较多关注的则是米格3.1K。2018年，米格3.1K 完成升级，可以挂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作战，突破对手的防空系统或打击敌方地面固定目标、航母战斗群等海上机动目标。在2020年6月24日，俄罗斯75周年的红场阅兵式中，米格3.1K 首次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飞过红场。在俄乌战争中，米格3.1K 加匕首的组合可以做到防区外打击，这也是为什么苏34都快被打成稀有保护动物了，米格3.1K 却没有损失几架。作为一款截击机，米格3.1已经相当成功，高空高速大续航特性，具有优秀的雷达导弹系统，也具备较远距离下视多目标攻击以及数据链共享信息能力，算是苏联国土防空军发展的集大成者。只是不可否认的是，米格3.1完全放弃了普通空战的机动性能，其高翼载荷、低可用过载等特性，使得在中低空、中低速的机动性能太差。而且对于现代战机而言，截击任务与普通空战任务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比如苏联国土防空军后期装备的苏 27P 战机，其也具有数据链、大航程、优秀的雷达下视能力，唯一的问题就是高空高速与多目标接战性能不如米格3.1。不过，随着巡航导弹的发展，战机高空高速性能起到的作用不像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那么明显，截击机最终肯定要趋于消亡。那么，俄罗斯的米格3.1会坚持到什么时候？
雷达在地面向太空探测，不受地球曲率的影响。可以说，防空雷达探测高空高速目标是最简单、最容易的，没有之一。就当前的战场而言，高空高速战机一出门就会被防空雷达发现并锁定。而现在的防空导弹射高能达到上百公里，速度6到9马赫。米格31这种高空高速战机，再高也高不过导弹，再快也快不过导弹。加油门躲导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目前的先进战机都是低空低速高机动，外加隐身，目的就是屏蔽防空雷达。截击机这种东西早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只是不同的国家需求是不一样的。俄罗斯的国土面积较大，经常会遭到对手轰炸机、侦察机的骚扰，它需要一种快速的飞行手段来对这些空中目标进行拦截。所以对于俄罗斯空天军来讲，依旧需要米格31为其效力。比如在2024年7月10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米格31战机在巴伦支海海域上空对靠近俄边境的挪威 P8A 波塞冬进行了伴飞。此外，由于经济和科技能力的限制，俄军很多装备的升级换代都出现了问题，只能将一些老旧装备延期服役。目前俄罗斯很有可能将现有的米格31继续服役到2060年，即便是从现在开始算起，米格31也需要再服役36年的时间。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苏联的米格31可以坚持到2060年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